看样子，药女并非守护古神殿，而是为御史钻研这些医书。丫头，药王公以药济世，造福世人。你守医便是守殿，守殿便是守医。这些医书若再不破解，就怕真的要失传了。那为何将这些古文字称为巫文？祖上传下的，老夫也不甚清楚。随后他就迫不及待取来他们最新琢磨出来的药方。这是对照药集配出来的，你瞧瞧，老夫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治肺痨的药方，有几味药用的新奇，但总体上还是普普通通。他取出一本药集，这药方出自此药集，无文注释不过一二，着实难懂。老夫琢磨多时了，你快瞧瞧。秦婉嫣翻完了一本，眉头紧锁。如何？还有其他书吗？遗留下的只有3本，其他都是御史后人注释。至于这墙上的巫文，就至今无人能参透了。哎，你先瞧瞧这3本。这时候，一个老仆人匆匆进来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摄政王攻城了！什么？林大人可有把话带到？带到了！摄政王放话，让咱们杀了公主，最好是把首级悬在城门口。老爷，几位长老等着您拿主意呢。此地宫外人并不知晓，哪怕神殿倾倒，也不危及此处。你等安心于此，切莫慌张。玉老爷子说罢，就匆匆离开了。九殿下，秦大小姐，几乎武功尽失，还被淹了。小五欢干的。国语这才递上一把匕首，刀柄上分明刻有一个长字。聂羽长，这得有多大的仇啊！看来这3人同属招木宫，却完完全全不是一心的呀。有意思了。嫣儿，又打了什么主意？萧无欢身份特殊，忌虎不可用，看来唯有聂羽长了。我想招降他。不错的选择。得抓紧时间，洛城闹成这样，赤荣皇族怕是已经收到了消息。在他们调兵过来之前，咱们得先动手。穆无伤嘴角微勾起，写了一封密函递给谷雨，让苍岩使团折回，此信速送平西边陲，备战待令。九殿下深藏不露啊。西边牵制着赤荣皇族至少3个月无暇南顾，洛城、赤荣南部乃至招木宫，嫣儿若喜欢，慢慢玩。看紧萧无欢和季虎，待聂羽长醒来再说。嫣姐，你不会想让顾希儿自己把季虎押回去吧？那丫头没了爹爹，想要在顾家立足下去，就必须亲自将杀父仇人押送回去。季虎身份特殊，牵扯招木宫和赤荣，尤其事关战神钥匙和七巫，顾老爷子未必会公开处置季虎。你先护送顾希儿回去，给顾老爷子捎句话，就说九殿下与我晚几日登门拜访。嫣姐放100个心，人和话我都会送到。嫣姐，这事儿就我跟顾希儿解释，你不跟她说说啊？她听你的话，你没空。上官灿哦了一声，才转身离开。不打算去瞧瞧季虎？已是废物，有何可瞧？季虎喜欢哪一个嫣儿？是本王不知道的嫣儿吗？秦婉嫣这才想起自己在洛桑同穆无伤谈判时说过的谎话。无碍九殿下与我结盟的事，九殿下就不必知晓了。九殿下与清明阁是何关系？九殿下过去几年何来底气与中州帝国诸多势力叫板？
九殿下又是如何知晓自己拥有战神血脉，又是何时掌管无缘岛的？这些私事，我也不必知晓，不是吗？原来言儿对本王……九殿下如何知晓7个图腾的位置？木无伤停住了，眸光深了深，却半晌都不说话了。秦婉嫣的手心突然疼了起来，是熟悉的疼，像是渐渐的荆棘刺入血肉。这疼痛果然来了。盟友，终有约满那日。知道太多了，万一连朋友都当不成呢？不早了，九殿下该回屋了。我很乏。木无伤握了握手心，似欲言又止，最终一言不发，转身离开。秦婉嫣关上门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她张开手心一看，并没有荆棘疼，只是疼痛却渐渐的加剧。不行，不能昏过去。疼痛越来越重，渐渐的，眼前彻底黑了，人也倒了下去。木无伤双臂环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守夜的护卫。一墙之隔，秦婉嫣蜷缩在地上，疼痛感已完全褪去了。她却秀眉紧锁，身子发颤，陷在可怕的噩梦里醒不过来。阴森昏暗的巷子里，一个5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往前走。突然，前方传来一声狗叫声。小女孩慌了，脸色煞白，唇齿发颤。她想逃，可双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怎么都迈不开。狗吠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嫣儿，别怕，过来。他愣愣地看着她，刚想走过去，却突然被人从背后揪住了头发。被丢掉的孩子是不配来到这世上的。别看了，亲生爹妈都不爱你，还有谁会爱你？不会有的，永远不会有的。你不配。是那个教官的声音。当年他被教官拖走，接受3年残酷的体能和心理折磨，最终一刀杀了教官。嫣儿，别怕，嫣儿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嫣儿，我来带你走。突然，另一种疼痛从手心里传来，他伸出手来，只见一道荆棘藤慢慢出现，杀气腾腾。不要过来，木伤，你走，走！可是他似乎看不到，仍旧宠溺地笑着，一步一步迎面朝他，一朝荆棘藤走来。木伤，你走！突然，一道荆棘藤化成了利剑，射穿了他的心口。木伤，木伤！屋外，木无伤正要离开，却突然听到喊声。他破门而入。秦婉嫣，秦婉嫣，你醒醒！木伤，我在。他猛地坐起来，怔怔地看着他。别怕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他朝他的心口看去，越发惊恐，下意识要后退。木无伤越发心疼，忍不住一把将他拥入怀里。嫣儿，我在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放开！做噩梦了？梦见什么了？没有，你喊本王做甚？我没有喊你。你有。不可能。你喊了。你为什么睡在地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秦婉嫣，你是不是梦见本王了？你走开，走开！你梦到本王了，是不是？你在怕什么？你为什么哭？我没哭，我在梦里都没有哭，是又怎样？与你何干？是，我梦见你了，我梦见要与你解除婚约，我梦见你咄咄逼人，我梦见你强人所难，梦见你不讲道理，
我梦见你极其讨厌。满意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木无伤起身了，漆黑的眸子渐渐冰冷，他攥了攥手，终是一言不发，大步离去。秦婉嫣松了一口气，却一直看着，直到房门关上，他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里。他一定很生气吧？好一会儿，手里的力量渐渐的平息，消失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股力量竟对他有敌意，有杀气，真的不是守护，是束缚吗？说7把钥匙全都找到，这力量完全被唤醒，我能掌控得住吗？岳少爷，还是你高明哈，没有一顿温鼎解决不了的事。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痛快一点。怕你醉。本小姐还没醉过。当真？九殿下不妨试试。好。两人就着酒坛子仰头痛饮起来。终于20坛酒都喝光了，可两人竟还是岿然不动。九殿下，好酒量。九殿下觉得今夜你我谁会先醉啊？你。来人，再拿酒来。秦婉嫣又拎起一坛酒，木无伤却起身拦下了他。秦婉嫣，你醉了。没有。再来。别喝了。放开。本王醉了，不喝了。你醉了？是，你赢了。木无伤，我刚跟你说，我还没醉过呢，你是不是不信啊？我信。你信就好。他连忙抱住他的腰肢，怕他摔着。放开我！木无伤，你离我远点！放开我！离我远点！这个极其讨厌，你极其讨厌的男人！本小姐这辈子最讨厌别人对我好。你为什么要对我好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又要学着两情相悦啊？心悦便是心悦，不悦便是不悦。情字难不成还能学的呀？啊？你在学吗？你为什么要学？你告诉我，情字是想学就可以学，不想学就不学的吗？啊？木伤，你图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啊？我才不要学呢！我告诉你，我秦婉嫣，我悦便是悦，不悦便是不悦。我从来都不需要学，我更不需要谁强迫我学。木伤，你怎么学的呀？啊？你说啊？你学会了吗？你学会心悦于我了吧？真好笑。他倒在木无伤的身上，他却一动不动，目视前方，似乎发怔着，可那双眸子却复杂的吓人。木无伤将秦婉嫣抱回他房间，放在榻上，他索性躺上去，从背后抱住她，抱得紧紧的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渐渐地舒展开眉头，渐渐地舒展了身子，真正的睡了过去。直到天快亮，秦婉嫣开始不安分地动了，木无伤才放开他离开。你真的很讨厌，不过你放心，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噬魂杀你的。我秦婉嫣说到做到，
醒了，还难受吗？不难受。记得昨夜对本王说的话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怎么？要赖账？记醉了，那就是醉话，岂能当真？酒后真言，不是吗？我到底说什么了？既要赖账，就算了吧。不说算了。走吧，该出城了。秦婉嫣，你听好了，本王就只说一遍。这一定是坑，能忘记的就不该记住。你不用说了。本王听到了，你就赖不了。这家伙，刚刚还说我要耍赖就算了的，这反悔怎么比翻书还快？本王心悦你。秦婉嫣，你明白了吗？秦婉嫣一动不动，唯有心跳无法控制的加速。你记住了吗？秦婉嫣终于是抬头，凤眸里荒色难掩。她似要开口，穆无伤竟突然吻了下来，瞬间锁住了她的唇。周遭一片寂静，仿佛连时间都停止了，唯有心跳砰砰然跃动不止。她只下意识后退，却被穆无伤按住。然而穆无伤终是克制的，只深吻了一下就退开。走，带你找你喜欢的东西去。苍冥古井密室里，秦婉嫣尝试了各种办法，突然意识到是外头的主机关被毁掉了，要开启这个石门只能靠人力。他停了手，额头往石壁上撞去。你做甚？穆无伤本就一肚子火，见秦婉嫣额头这伤更是火大。几日不见，怎么蠢成这个样子？两人眸光都凶到了极点，四目相瞪，暗涛汹涌，剑拔弩张。别碰我！你再给本王动一下试试看！穆无伤直接拽住他的手，秦婉嫣却突然使出一股力量，猛地挣开穆无伤的手。穆无伤始料不及，后退了好几步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似不愿意相信，可是真真切切的刺痛同心口一阵阵的疼痛像极了，是噬魂。穆无伤，你再碰我一次试试看，本小姐现在就宰了你！藏得真好啊，本王竟不曾怀疑过。是啊，真可惜，没能藏住。那就都使出来，让本王好好见识见识。你站住！穆无伤置若罔闻，嘴角泛起一抹无比森寒的弧度，挑衅十足。本小姐让你站住，你听到没有？穆无伤无动于衷，依旧向他而来。穆无伤，你站住！穆无伤步步逼近，秦婉嫣都退到墙边了，他还是往前走。你滚开！听到没有？不是想宰了本王吗？本王如你愿便是。穆无伤，本小姐不想杀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你给我滚开！你别过来！穆无伤终于止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本小姐控制不住他，你这是在找死！你要本小姐全使出来是吧？本小姐告诉你，在认识你之前，噬魂就已经出现了。你们寻找的、争夺的噬魂，其实全在我身上。你说什么？我原以为这是药藤反噬，我压根儿不知道噬魂是什么东西，更对战神钥匙毫无兴趣。是你，全都是因为你，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，是你非要订婚，非要夫唱妇随，是你非要带我去那无缘岛，是你非要与我结盟10年。你第一次遇到我就知道，那该死的命中预言是真的。穆无伤，是你先惹我的，是你先瞒着我，先骗我的，你现在怪谁？我第一次碰了战神钥匙，我就知道这不是药藤反噬，而是因为战神钥匙召唤出了噬魂。后来去了药王宫，知道了噬魂可以杀你，我还知道了你对噬魂之力是毫无感知的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你。是，
我巴不得马上立即寻到所有的战神钥匙，将噬魂之力全部召唤出来。怕了吧？你怕就离本小姐远点。不必怕，本小姐说了，本小姐不想杀你。毕竟，你我10年盟约还有很长。对任何人，本小姐都会信守诺言，你也不是例外。不是例外。但是，你若敢先违背盟约，对本小姐动杀机，本小姐保证，先去喂狗的，一定会是你。秦婉嫣，你觉得本王会怕，会违背盟约，会杀你，所以你瞒着。本王对季天伯说的话，你全都信了？那你来救本王作甚？秦婉嫣，本王对你逆位，本王要杀你，恨不得将你丢出去喂狗。你还来救本王做什么？回答我。是骄兵，是你的骄兵拿着职类找上本小姐的，本小姐才……秦婉嫣，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，本王为何要动用职类？我哪知道？你严格的是我隐瞒，失误所致，是我的错。无论如何，我定能救你出去。你让开！秦婉嫣，你是没有脑子还是没有心？是蠢还是坏？本王与你结盟，将无缘底牌拱手奉上，你当本王脑子进水一时兴起吗？本王带你寻战神钥匙，将所有无闻图腾交予你，你当本王是发善心还是愚蠢啊？本王100个1000个不愿意解除婚约，你当本王把婚约当儿戏吗？本王要你学两情相悦，把祭祀的预言都告诉你了，你当是图好玩吗？本王早就把命都交给你，还怕你什么？你说，本王还怕你什么？你说，本王怕你出事，怕你受伤，怕你被欺负，怕护不住你，怕你害怕的时候本王不在你身旁，怕你害怕，所以不惜动用职类，不惜撂狠话骗季天伯。秦婉嫣，本王命中欠你的吗？你是想气死本王吗？本王喜欢你，与那该死的预言无关，更不怕荆棘穿心。本王只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瞧瞧，为什么你还不懂？秦婉嫣眼眸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不动，越发安静。这就是你的答案。好，记好。你再说一遍。什么？刚刚那句话，你再说一遍。倒数第4句，无伤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你喜欢我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确认一下。你再说一遍。言儿，无心悦你，无关天命，亦不惧天命。当真？我若骗你，你亲手宰了我，狗去喂狗便是。秦婉嫣没有说话，却小心翼翼地伸手勾住了木无伤的脖子，轻点脚尖，封堵住他的唇。木无伤怔了，秦婉嫣轻轻地吻他，笨拙却又努力，轻含柔允。然而就这笨拙，足以撩动木无伤所有心弦。木无伤，承蒙命定，三生有幸。然而无论如何，木无伤绝对不给他退却的机会，更不会给他远离的机会。木无伤，在。木无伤，
你疯了！秦婉言，是你快把本王逼疯了。放心，我的男人若疯，我定奉陪到底。本小姐认的男人，这又何妨？秦婉言，从今往后，给本王乖一点，否则本王绝不轻饶你。你从今往后给本小姐乖一点，否则本小姐也绝对不会轻饶你。天儿打算如何不轻饶？穆无伤，你打算如何不乖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熟悉的刺痛感从手心传来，好痛！秦婉嫣花容失色，片刻都没有犹豫，狠狠将穆无伤推开了。多少次了？没机会，你给我退远点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到底能有什么办法？是因为与他动了心，生了情吗？就非得如此阻挡我们吗？不是命中注定天命所选吗？为何要这般阻挡我们两情相悦，彼此交付？战神与巫，束缚与守护，到底还藏着多少？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你先让我冷静冷静。细想了一番，还真是每次被他惹得心烦意乱、心猿意马的时候，噬魂就会失控。若是心平气和、心如止水，倒似乎都是相安无事的。这个，该怎么跟他解释啊？秦婉言，你打算与本王保持多远的距离？你从今日开始，你别再招惹我便是。秦婉言，你敢再说一句试试？我的意思是你别招惹我，懂吗？蠢死了！你懂了吗？不懂。你穆无伤，你到底是蠢还是坏啊？秦婉言，方才明明是你先惹我的。行吧，你若能做到不招惹我，我勉勉强强也能克制一些吧。你可以闭嘴了。这个不知廉耻的男人，果然不是蠢，是坏。秦婉嫣暗暗吐了口浊气，在墙角寻了个位置坐下来，有些悻悻的。他们似乎只能等外头的机关修好，除了等待还是等待。秦婉嫣，你到底打哪里来？到底是什么人？幻象那个奇怪的巷子，风格怪异的建筑，他至今耿耿于怀。秦婉嫣也想起了幻象里的一切，心惊了。想知道你真正的姓名，本王配吗？都写在订婚书上了，改不了了。穆无伤瞪他，特别的狠。我与秦家嫡女同名同姓，秦家嫡女病逝在郊外，我顶替了她。我的故乡在滨海对岸。滨海对岸。这时候，一旁刺在墙上的金针突然掉落，石壁皲裂，裂痕渐大，隐隐可见一个图腾。秦婉嫣和穆无伤无暇多说，相视一眼，起身走了过去。图腾中的那个屋字正是木字，两人不约而同看向了对方，皆喜。怪不得季天伯开启这个密室会这么谨慎，原来战神钥匙藏这儿呢。季天伯若知道被人误打误撞击中了这个石雕图腾，会不会气死啊？这会不会也是个机关？秦婉嫣没回答，用匕首狠狠往图腾中心刺入。然而当秦婉嫣拔起匕首，整个图腾就突然支离破碎，碎石掉落，一个嵌在石墙上的锁孔露了出来。就是这个机关，错不了。他连忙取出随身携带的战神钥匙，调整成锁孔的形状。战神钥匙缓缓放入，一同锁孔契合，整把钥匙竟仿佛被融化掉一样，瞬间幻化成了细沙，沿着石壁流下。那招木宫记事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苍岩的那一把钥匙为何没有被封存？
那把钥匙又属于哪一世祖？管他姬天伯祖宗是谁，咱们先拿钥匙再说。秦婉嫣，你是急傻了还是急疯了？这是能随随便便闯入进去的吗？急傻了，急疯了，还不都是为了和你在一块儿？其实，本王也挺急的。穆商，我不是我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本王与你一样急，你当本王想哪儿去了？看样子，本王与你的急不一样。穆商，你够了！然而穆商却将他拉过去，轻轻拥住。傻瓜，当然是不一样，我比你更急。但无论如何，答应我，不要冲动，更别冒险。秦婉嫣绷着脸，却乖顺地嗯了声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走着，没一会儿，前方就突然传来凶恶的犬吠声。一拳，又是一拳。你在这里等着。不必，不怕就对了。见了秦婉嫣和穆商，一犬全都安静了下来，做伏击状。留一半，我来杀。开始吧。留一半多没意思，你我比试一场，如何？奉陪到底。一犬占不到便宜，负伤者越来越多，他们渐渐的不主动攻击，只在他们周遭威胁，忽近忽远，无疑是在消耗他们的体力。我上了3头，4头，嫣儿还需努力。借你的剑用用。哪知道秦婉嫣双手握剑，冷不丁召唤出噬魂之力，狠狠横扫了一圈。荆棘藤虚影一换，刹那间幻化成了无数道利剑，飙飞出去。一时间，周遭的一犬全都被震出去，鲜血飞溅。怕不怕？带出去了，本王给你寻一把好剑。你这把不错，就它了。叫什么名呢？清明。清明阁的清明？正是。什么来头？来头不小，还敢不敢要？那不要了。不成，要了就不能反悔。哼，好吧，本小姐勉为其难，先借你用，待我寻把好的送你，再还我。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在前面守着，我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异犬。他认真检查起异犬，秦婉嫣很不可思议，他连忙喊来穆无伤。穆无伤见了也难以置信，他检查了其他异犬，很快就发现所有异犬心腔里的血都是一样的，冰冷冷的青黑色鲜血，无端的令人心底发寒。不死药？不，这应该就是异血。他们可能是拿异犬做试验，在试药。滨海异犬身体的耐受力极好，或许是最适合试药的兽类。异血？这么说，当初七巫为了独自掌控尸魂，都在拿异犬秘密试药？对，戚天波手里必是有药方。他不仅拿异犬试药，还拿厉鬼侍卫试药，试出来的药怕是都给了萧无欢。萧无欢的体质最合适，那个拥有异血者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，得尽快将他抓出来。嫣儿，你当真承受得住尸魂？不一定。在弄清楚真相之前，不许你再碰任何一把钥匙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穆无伤转身几步追上，走在了他的前面。背后甬道那一大片古树根里，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竟见树根密林里蔓延出了一道道藤蔓，为血色全朝他们这边来。不对，他们不像是药藤。确定不是药藤？若非治病救人，不配称为药藤。他们明显想杀我们。这血藤蔓就是这密室里最大的陷阱了。穆无伤扶手一道锋刃，凌厉的锋刃切断了一大截藤蔓，被切断的藤蔓切口迅速愈合，从旁生出几条分支继续蔓延。
而石殿入口处的藤蔓分支越来越多，像是要将这石殿唯一的出口给封堵死。木无伤当机立断，拔出长剑朝藤蔓劈斩而去。虽然是徒劳，也得击退他们。他必须为秦婉嫣争取时间，寻找出口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藤蔓切口扩移速度加快了，分支生长的速度也加快了。一时间，无数分支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冲向了木无伤。小心！木无伤却下意识按住了心口，另一只手持长剑驻地，心口的刺痛感险些让他窒息。你还伤着？燕儿，别急，慢慢找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出口机关到底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冷静。却突然他抬起头来，似乎想明白了什么，凤眸大瞪。他转身朝甬道跑去。木伤！而此时木无伤又一次挥剑，呼啸而去的剑气不仅仅震碎了疯狂袭来的藤蔓，也将不远处的树根斩断了。哪怕无力起身，木无伤仍旧握着长剑，准备再次出击。然而秦婉嫣却箭步冲过去，夺了他的剑。你做什么？老娘砍了这些该死的东西！他迎着疯狂飞窜而来的藤蔓冲过去，招出噬魂，狠狠劈砍而去。秦婉嫣，你给我回来！秦婉嫣！木无伤硬撑着箭步而来，可是那些藤蔓一触到秦婉嫣的血，竟迅速后退，仿佛非常怕他。他们怕我？快，把剩下的根茎全砍了！就在藤蔓即将袭上木无伤的时候，秦婉嫣砍掉了最后一束树根，刹那间，所有藤蔓停止了生长，随即枯萎掉落。结束了。木无伤，我……然而，笑容顿僵，笑声亦戛然而止。只见无数条藤蔓从石壁四处破墙而出，瞬间就将木无伤束缚住。数不清的分支如触须侵入他的皮肉，分明在吸食他的气血。不！怎么办？不许这样！不许！秦婉嫣，秦婉嫣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秦婉嫣顾不上听，她一次次的劈斩那些藤蔓，眸中红得无比骇人。却突然，他在手心里划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，刹那间鲜血就流淌了出来。这些藤蔓怕的是他的气血是吧？他就用他的血来对付他们。秦婉嫣，你给我停下！他卯着劲儿，仅有的力量爆发出护体真气，将一身藤蔓连同秦婉嫣一道全都震了出去。藤蔓无情，依旧再次蔓延，一眨眼就再次将他束缚住，仿佛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个猎物。你能不能冷静些？去找出口。哪有什么出口？这是死路，是让藤蔓握住周边的死路陷阱。所以我放弃了寻找出口来劈斩那些根茎的呀。你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你怎么会看不出来？你分明就是想把我支开，你是个骗子！木伤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燕儿乖，听话，去找出口。燕儿，听话，好不好？快去找出口。待我们出去了，我就把所有图腾的位置都告诉你。燕儿，这一回你听我的，往后我全都听你的，可好？突然，他放开了木伤，拔起清明剑。他想干什么？秦婉嫣，你别让本王恨你！秦婉嫣看着他，仍一言不发，可血红的双眸里布满了狠绝和戾气，早先与他有了恨意。
不要，不要！秦婉嫣面无表情，她持剑指向了自己的心口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甬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有熟悉的叫喊声。姐，救殿下！是秦月和聂雨长他们的声音，他们打开出口了。秦婉嫣的长剑瞬间掉落，木无伤绷着的最后一根弦忽然就松了，他失去了所有力气，整个人往前倾，靠在了秦婉嫣身上，一动不动。很快，秦月、聂雨长等人找了过来。木无伤，你给我撑着，你要是敢死，本小姐写一封退婚书与你陪葬。我再选一个你最厌恶的男人，拜堂和解，夜夜欢好。你，本小姐说到做到。木伤，你忘了我说什么了吗？你忘记了吗？秦婉嫣本就精疲力尽，又以自己的气血为引救木无伤，她终是扛不住，倒在了木无伤身上。下午，秦婉嫣醒了，木无伤呢？他人呢？尚昏迷不醒。秦婉嫣健步走过去，推开房门，却撞见木无伤起身来。你给我过来！他大步走过去，却随手被木无伤扼住了手腕，狠狠一拽，摔在榻上。秦婉嫣，你跟本王说清楚，你觉得本王最厌恶的是什么人？骗子！木无伤，你就是个骗子！然而木无伤却稳了下来。骗子！木无伤直接封锁了他的唇，让他连这个骗子二字也收了回去。秦婉嫣还不甘心，咬他。木无伤也由着他咬，一动不动。哪知道木无伤咬了他，秦婉嫣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。姐，你醒！秦婉嫣和木无伤同时回头看来，木无伤眼底闪过一抹不悦，扳过秦婉嫣的脸，让他看他。秦婉嫣蹙眉，木无伤却一个翻身，再次将他欺在身下，再次吻了下来。秦月吓坏了，猛地转身就往外跑，绊了门槛，险些给摔出去。屋内，秦婉嫣靠在门上，愤怒地盯着木无伤看。木无伤靠在榻上，墨发凌乱，半边衣裳滑落，明明虚弱，浑身上下却散发着危险的气息。这个该死的男人，还能好好吵个架？还疼吗？你过来。我问你，心口还疼吗？养几日即可，没大碍。你过来，我瞧瞧你的手。小伤。过来，过来歇会儿，陪我说说话。我保证不惹你。藤蔓母猪就在古树暗林里吧？很可能同药藤一样，也出自玄医。只是它可能是个意外，药毒同源，药若是养不好，便是毒药。这药藤若是养不好，或者实验室出了什么意外，可能就会变成杀人的血藤。血藤有母猪，那药藤可有？一定有。那个异邪者到底是谁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看样子得好好查一查。教会你玄医的人，你是如何？此事我来追查，你尽快把钥匙都找出来便是。剩下的图腾都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木无伤不说话了。你自己说的，待我们出来了，往后都听我的。你现在就告诉我，其他图腾都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木无伤，你敢说话不算数吗？自是算数。秦婉嫣一一标注，很快将七屋7个图腾的位置全都标注了出来。他回到罗汉榻上，懒洋洋的依靠，凤眸眨巴着，仍在思索。他又和木无伤聊了几句，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木无伤蹙了蹙眉，倒也没有打扰他，就在他身旁倚坐下。他偏头朝肩胛的咬痕看去，轻轻一笑，也没在意，只将衣衫整理好，歇了片刻，就起身出门了。秦婉嫣这一睡，竟然到了翌日晚上。派人送去顾家，血债血偿。九殿下，不如我亲自押送？叫上顾希儿。有这打算。路上小心。谢燕姐。他都到门口了，回了个头，却瞥见秦婉嫣拉着木无伤到一旁坐下，给他把脉。这些事交给秦月和聂宇长便可。谁准你下榻了？心口还疼不疼？本王没那么娇贵，倒是你。韩大夫看来，你至少得养大半个月，把气血养回来。庸医。嫣儿，你就嫁给我吧。木无伤，如果你当初上门下聘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了你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我？我还能怎么对付你？还能真吃了你不成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婚事就这般儿戏啊？记仇了？算账呢？那你说说，这账怎么算？我道歉。嫣儿，对不起，幸好当初你没答应。我也没有太强求，之前也不算将婚事当儿戏，而是没当一回事，知道？他顿了好一会儿，最终没往下说，只靠近他耳畔，一字字问得格外认真。秦婉嫣，你可愿意成为我木无伤的妻子？秦婉嫣，你是本王命定之人，你可愿意与本王两情相悦？你想清楚再回答，我等你。你刚刚想说什么？知道什么呀？你说你之前没将婚事当回事儿，直到什么呀？直到遇到你，恼你，记恨你，怀疑你，提防你，试探你，看不见你，就想马上见到你。夜里一闭眼，脑子里全是你，好几次做梦都梦见了你。嫣儿，我喜欢你，所以婚事变得重要了。幸好当初没有鲁莽逼你出家。那你现在鲁莽一点呗。嫣儿，你说什么？那你现在逼一逼我呗。秦婉嫣，请你好好的回答本王的求娶。反正我答应了，你爱听不听。好好好，让本王好好想一想，该如何逼嫣儿。不用想了，不用想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王，我便是你的王妃；你是我的夫，我便是你的妻。你认真点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好，我想一想，如何逼你，逼到你非嫁不可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闹了。本王没跟你开玩笑。渐渐的，木无伤的额头抵住了他的额头，两人气息交缠，近在咫尺。你别闹了，你不要脸我还要呢。你别闹了，你认认真真回答我，嫁不嫁？这么大的事情不好做决定啊。我想清楚了，木无伤，我不愿意嫁给你，我想嫁别人。良久，秦婉嫣被木无伤骑在身下，呼吸急促，浑身无力，眸光泛着泪光。你真不要脸了。本王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回答。我愿意。愿意什么？我秦婉嫣愿意嫁给你，木无伤。愿意何时嫁？按你说的，处理了司氏父子，咱们就回苍岩去。
等你上门来娶我。你不许说那样的话，就算是开玩笑也不许。秦婉嫣态度良好，点了点头，双唇紧抿，表示自己再也不会说了。穆无伤的视线却落在他的唇上，渐渐靠近，渐渐触碰。想好了，是要本王背你回去，还是抱回去？之前他说不要香车宝马，不要八抬大轿，就要他背着他穿街走巷，一步一步走回九王府。他一口答应。嫣儿，想清楚了吗？秦婉嫣笑而不语，推了推穆无伤，让他转身。无疑他要他背他回去。礼成，送新娘子入洞房。这一夜，秦婉嫣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后悔的滋味。她宁可当个怂包，都再也不敢跟穆无伤杠了。她终于明白图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真正意思。穆无伤，我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翌日，秦婉嫣迷迷糊糊中被扰得情不自禁，轻轻哼了一声。穆无伤见秦婉嫣醒来，再次凑了过去。秦婉嫣当知道又要发生什么后，恨不得赶紧闭上眼睛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这都3日3夜了，九殿下好歹心疼心疼我家小姐啊！你呀，就放宽吧。九殿下虽年轻气盛，对王妃娘娘那还是知道心疼的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唉，这么多年了，九王府终于要热闹了。夜幕降临，秦婉嫣泡完澡，喝了热汤，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是暖了，精神也恢复了，只是腰疼的都下不了地了。穆无伤进了一趟宫，处理完事务，回府沐浴更衣后，才来找秦婉嫣。他到了门口，刚要敲门，却突然停住。他脸色微变，一手捂住心口。怎么会这样？只见自己浑身上下竟爬满了金鸡藤，藤蔓缓缓流动，蔓延，渐渐地将他缠紧，束缚感越来越强，甚至有了杀气。嫣儿，嫣儿！他不敢反抗，因为不确定这是否是秦婉嫣的原因，他怕自己一反抗就会伤到秦婉嫣。是嫣儿出什么事了吗？嫣儿！穆无伤硬是伸手出去，推开房门，门一开，秦婉嫣就在面前。他一听到声音就感觉到不对劲，立马过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没看到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金鸡藤。正说着话，浑身的藤蔓竟突然全部汇聚向心口。穆无伤好似被一剑穿心，疼得脸都白了。秦婉嫣急了，上前要扶他，却又突然停住，后退了好几步。我来人！古雨和诸多侍从全都赶到，都不可思议。难不成是因为战神钥匙？古雨，他身上有把钥匙，取过来给我。都退下！穆
穆无伤，你知道的，必是因为那把钥匙。全都退下！古雨等人只能离开。你能不能听话点？不能！你不要命了？别急，或许是错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听话，回屋去。他终是转身进屋，啪的一声，狠狠将门关上。穆无伤就在院子外头，背靠着墙，静默地承受着束缚带来的窒息感和一身的疼痛。很快，束缚感和疼痛感就渐渐地减弱、消失，荆棘藤同他那些旧伤也随之消失不见了。果然是错觉。没事了，快开门。秦婉嫣立马将房门打开。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是错觉。错觉？或许应该称之为幻觉，可能是失痛症消失的预兆，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。可是穆无伤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我虽然拥有噬心和噬魂之力，可我们并不等于这两股力量，为何偏偏要你我两情相悦，成婚合锦，才能解你的失痛？倘若你我的身体，甚至你我的关系都受制于这两股力量，那我们算什么？被寄生的躯壳，我若沦为老祭司口中无七情六欲的活死人，亦或者说是世人口中的战神，或许真的是被寄生的躯壳了。你早怀疑过了？只是一种猜测，或许就是真相，或许完全猜错了方向。倘若你我真的只是被寄居的身躯，那是否掌控了你我，便掌控了这两股力量？传言上古无缘战神失控，滥杀无辜，屠戮生灵，这失控到底是何意？是他自己失去七情六欲，沦为杀戮的魔，还是他本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，掌控他的人失去了对他的掌控，才导致了那场杀戮？当年的七巫到底如何灭杀战神的？七巫灭杀战神，包括如今你我打探到的诸多传言，都未必可信。别瞎想了。七巫利用巫族圣女灭杀战神，这是可信的。好了，别瞎想了，待我这失痛症慢慢解除，到时候啊，你想绑我都绑不住了。倘若当年巫族圣女也不过是一个被噬魂寄居的傀儡，那能掌控她的人是否就是拥有一血的人？所以七巫才竞相研制一血药方，他们并非想要独占噬魂，而是想要掌控拥有噬魂的巫族圣女。不对，都不对啊！这么用力，都红了。他将他拥过来，让他枕在自己的大腿上，轻轻地帮他揉起太阳穴。把眼睛闭上，别说话，多想无益。你收拾下，我带你回秦家去。中州的战事没那么快，过几日咱们秘密去趟中州。最后2把钥匙都在中州。回亲宴都结束了，不回去也罢。那就不回了，让林婶过去说一声。秦婉嫣还是没有回答，双手缓缓搂住穆无伤的脖颈。穆无伤不动了，眼眸微垂，格外安静。秦婉嫣笨拙却认真。在这贵妃榻上，又是一场温柔缱绻，只是这一回比之前任何一次更加温柔。穆无伤，你就甘心被一个女人束缚到死吗？挣脱她，杀了她，你才能活。这个熟悉的声音彻底惊醒了穆无伤，这个声音竟然是老祭司的声音。怎么会这样？老祭司没有死，难不成这是老祭司的幻结界？抗争吧，撕碎你这一身的荆棘，你才是真正的主宰者。
战神的血脉绝不容许束缚，更无需守护。命中注定不过是一个谎言，该是你斩草除根的时候了。睁开荆棘，去杀了那个女人。从此以后，这世间再无人能够掌控你。杀！木无伤捂住了耳朵，根本无济于事。是幻觉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的，熬过去，幻觉就会消失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。木无伤，你是不是不要嫣儿了？木无伤，你要是敢死，秦婉嫣定会写一封退婚书与你陪葬，再寻一个你最厌恶的男人拜堂和解，夜夜欢好。木无伤，那严丫头的性子你最清楚了，她说到做到了。终于，木无伤的双眸渐渐失去了光芒，渐渐变得迷失。木无伤，你在哪儿？嫣儿，他喃喃出声，紧紧攥着的双手骤然松开，放弃了对噬心之力的意志。秦婉嫣已经找了过来，就站在一旁，心惊胆战。他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可是他根本来不及唤醒木无伤，直接将身上所有荆棘藤虚影击得粉碎，同时也将秦婉嫣狠狠地震开。木无伤，噬魂。木无伤，走，快走！所有荆棘藤外虚影倾巢而出一般袭向木无伤。木无伤，你快走！秦婉嫣握紧了双手，顾不上内伤，倾尽全力想控制住噬魂，只感觉到那股力量从自己的身上抽离，袭向她的丈夫。不要！面对扑面而来的层层杀机，木无伤那双空洞的双眸渐渐露出了狠绝，他骤然扬剑，狠狠挥斩而去。不过一剑，强势狠绝的力量气势如虹，竟一下子就将所有袭来的虚影击得粉碎。剑明明没有劈斩在秦婉嫣身上，可是随着噬魂之力的消失，秦婉嫣就好似迎面挨了一剑，鲜血再一次从她嘴角流淌而出，她就这么跌跪了下去。此时此刻，该逃的不是木无伤，而是他自己。木无伤犹如入了魔一般，眸光寒彻，高高在上，拖着长剑，一步一步朝秦婉嫣走了过来。不要再愚蠢下去了，待你帮他找到所有战神钥匙，将噬魂彻底唤醒，便是你的死期。趁这个机会斩草除根，否则你将永远无法摆脱被束缚的命运。对，去杀了他，杀他！一道道暗针接连不断，疾驰而出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可偏偏木无伤应对自如。终于，秦婉嫣的暗针用光了，木无伤还毫发无损，无动于衷。他仍旧拖着长剑，一步一步朝秦婉嫣走来。无伤，你不认我了吗？你好好看看我，看看我。秦婉嫣心如刀割，欲言又止，终是拔出了一支紧握的白焰剑。倏儿一声凌厉，白焰剑猛地一颤，泥土四溅而起。可是很快，他就看到清明剑由下而上挥来，指在他心口上。他猛然抬眼看去，一下子就撞入木无伤那双漆黑冰冷的眼睛。